娶了媳妇儿，还自己干家务，哪有这样当家的？哼，我已经让给碧云当家了，我现在是无官一身轻。你爹在世的时候啊，这家务活啊，我没让他动一个指头。你们那个年代是你们那个年代，碧云现在是现代女性啊，跟你们不一样。无论哪朝哪代，这女人啊，让自己男人干家务啊，都不是好女人。呀，姐夫，姐夫，来给我。哎呀，没事没事，我来。不合适。哎，你看，你看，这月平多贤惠呀！我看你们两个啊，才像两口子呢。婶儿，瞎说。妈，哟，回来了。哎，今天外边热吧？你热吗？我热。嗓子不舒服啊？给你沏一杯绿茶，可好？这我当媳妇儿的时候啊，都不要婆婆开口，这饭啊菜呀，早就备在那儿了。哦，妈，我也会做一个让婆婆满意的媳妇。妈，您喝茶，慢点有点烫。这茶呀，也是啊，月平沏的香。这做饭啊，这个家里啊，也是月平做的好吃啊。妈，我熬的鸡汤和番茄炒蛋，天怀说在他的心里排名第一。你就会抬杠，啊，这西红柿炒蛋谁不会呀？江林都会。江林回来了吗？江林，哎，出来。怎么？你奶奶夸你的番茄炒蛋做的好吃。必须的嘛，名师出高徒，对吧，妈？这番茄炒蛋，哎，这5岁孩子你教他，他也会呀。奶奶，番茄炒蛋虽然简单，但是越简单的菜呢，越见功底。天怀，哎，你说这是月平做菜好吃，还是碧云做菜好吃？你说，你说啊。月平，哎，过来。天怀，我做饭好吃，还是月平做饭好吃啊？你说谁做菜好吃？其实啊，谁做的好吃并不重要，最重要的呢，是有肉吃，对吧？好儿子，今天想吃什么，爸爸都给你做啊。正好饿了。哎，这做饭让你男人做，这干家务也让你男人做，我都不知道你怎么想的。妈，他今天有心情做，那我能拦着他吗？我们夫妻俩谁做不都一样吗？那我去帮帮他啊！哎，月平啊，你说我这说一句呀，那他就顶一句。哎，月平，你这婶儿，喝口茶。这茶呀，也是月平啊沏的香。婶儿，起来吃面吧，我亲手给您下了一碗面。婶儿，还生气呢？气坏自己的身体不值当的。赶紧起来吃饭吧，我亲手给您下的，好不好？来，听话，起来吧。来，慢点啊，慢点，慢点。月平，我饿死了。好了，不哭不哭，去了委屈了。来，快，我亲手下的，可好吃了。
慢点，慢点吃，锅里还有呢，慢点吃。那个柳碧云啊，真把我气死了！我一定要让天华呀跟他离婚。柳婶，慢点吃。要是让那个柳碧云给钻了空子，你早就是我们江家的人了。婶儿，慢点吃，那锅里还有呢。啊，你做的真好吃。奶奶，我回来啦。哎，大梅子回来了。小姨，哎，怎么跟这儿吃饭呢？别提了，大梅子，哎，我问你，说奶奶啊，要把那个柳碧云闹出家门，要让你爸跟他离婚，你帮不帮你奶奶？帮，肯定得帮呀。不过奶奶啊，我之前也闹过，没成。现在不是有奶奶吗？我跟你一起，啊？对，那个，哎，小姨，您可听清楚了啊，咱们不能辜负奶奶的一片苦心，咱们3个人一起对付她。太好了！哎呀，别提了吧，我气死了。嗯。嗨，见我身边。妹妹，笔记给我看一下。哎，你老姜同学，你是来上体育课的吗？罚站。嗯。哎，这个秀才爷爷平时也这么严厉啊？哦，这一节课站下来，哦呦，还挺不好受的哈。那你为什么故意摔倒？这个你都看出来了，厉害啊！哎呀，我觉得这个秀才爷爷真够狠的，罚我站了一节课。哎，你笑起来挺好看的，平时为什么不笑？来，哎，对，以后咱们就是朋友了啊。这个呀，碰了拳以后，咱们就是朋友了啊。碰过的拳的人都是好朋友，知道吗？那我得先回家了。喝口水，别噎着。爸，你是
克格勃吧，突然吓人一跳。我就吃了一个。吃呗，反正每人每天1个包子，没你的。爸，不是不让你吃，你晚饭也吃饱了，你就是馋。我就是馋。但您说，我的馋是遗传谁的？肯定不是我妈，那就遗传我呗。肯定就是您。您小时候肯定跟我一样馋。我才不跟你一样呢。爸，我这不是因为生病了吗？急需补充体力。睡觉做梦也消耗体力。当然了，我梦里面刀光剑影的可累了。行了行了行了，别贫了，进屋上课。今天秀才爷爷讲了不少内容呢。这都几点了还上课？您把笔记给我自己学呗。不是你自学，你看着看着你就睡着了，你不能偷懒。早上不生病，自己去上课多好啊！江林啊，你说话能不能小点声啊？奶奶都睡觉了。大姐，您什么时候能回您自己家呀？小莲，自己回去看笔记。得嘞。哎，我也正想跟你说这个事儿呢。爸，我这不陪奶奶呢吗？你老这样，黄海军家不会有意见呀？没事儿，黄海军都听我的。你呀，你不能总住在娘家。爸，我回娘家住2天，怎么就不行了？我自己的事儿自己能处理好，都结婚的人了。睡觉去了啊。干嘛呢？你怎么醒了呀？都几点了还不睡？鬼鬼祟祟的。我在看剧本呢。看什么剧本？给我。保密。戏就是演给观众看的，你还保密？我问你，你们单位最近是不是有女同事在追求你呀？哎呀，不是最近，一直都有人追求我。刚才你在梦里露出了奇怪的微笑。我是开心和李冰成了朋友。这么快就成朋友了？你是怎么做到的呀？天机不可泄露啊！故弄玄虚。开始吧啊！知道了。哎呀，梦里寻见我的情人了。哎呀，你睡觉别压着胸口。快到我怀里来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老年人体内的有机物和无机物产生了变化，骨头就会变脆。平时啊，多给婶儿补些虾皮，可以补钙。
多吃虾皮。我记住了。月萍啊，听说晒太阳可以补钙，这是真的吗？晒太阳就是紫外线直接晒在皮肤上，可以产生维生素 D， 这也是晒太阳可以补钙的原理。不过每天晒的时间不能太长，半个小时即可。家里有医生真好啊。怎么了，姐夫？没事，牙疼。哦，牙疼不是病，疼起来要人命，对吧，月萍？啊，那下个星期你有时间去我们医院看看吧。好，不疼了。我这2天都没睡好，我想了想这个事情，你看这样办行吗？你先给我一张空白的红头信纸。干什么呢？我先找江局长去签个字儿，签完了之后，咱们再把内容加上去，然后你再给我盖个章。这样行吗？出了事儿我兜着。白主任，你想，咱们这一出手，救的可是3个年轻人，也是3个家庭的命运啊。放心吧。这一旦发现，可是个大事儿。我懂。您再想想。好的，再想想。一定注意啊。知道。江局长好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查个岗。热烈欢迎。请坐。我讲2句，一切正常，非常好。知山知水，树木树人。你不给领导倒杯水吗？哎呦，好，来，刚沏好的。夫人还有什么事儿？你儿子有事儿，江离又闯祸了。祸倒是没惹。你看看他这次的成绩，语文72，数学55，物理58，化学90。答案跟同桌的全都一样，他还不承认是抄的。真是够笨的啊！抄怎么能抄成一模一样的？怎么要错一题啊？江局长声音再大点，那回头你教他怎么抄。语文进步蛮大的，证明这个秀才爷爷辅导还是不错的，是吧？你快签字吧，这儿。哎，不是，你签不就行了？他这是抄袭，你签了之后，我拿给他看，分量就不同了。你赶紧签吧。哦，对。哎呀，这个辅导呀，还是蛮有效果的。数理化呢，以后我负责，啊。中午啊，就让他们俩啊，到我这儿来吃饭。李斌成绩也一般，啊，就数学最好。这种事。夫人还有什么指示？没有了，喝茶。我喝过了。那我先走了。啊，你先忙吧啊。
怎么了？哎呀，手没事吧？啊，没烫着吧？没有烫到我，可是菜不要紧，人没事就行。来，别动啊。对不起。没事儿，不就是一盘菜吗？小雪，以后啊，不用总跟我说什么对不起、谢谢什么的。咱们两个现在是两口子，不用跟我这么客气。可是，你越对我好，我越觉得对不起你。你是我老婆，我当然得对你好。刹车、发条还有坐垫都有问题，我得好好给你修一下，不然会有危险的。我就是觉得这车不太好骑，可是也不知道哪儿出了问题。幸好你今天帮我看看。调发条呀是个细活，得慢慢来。哎，你回屋里歇着去吧。我又没什么事儿，我在这看你修，顺便我再跟你学学。嗨，男人的活学这个干什么？看着你修车，挺有意思的。姐夫，歇会儿喝口水吧。都出汗了。奶奶，干什么你？哎，你看，你看看，你爸和你小姨在一起的时候啊，就让我想起啊，你妈和你爸结婚，真是一对儿啊。那是当然了，我爸我妈在一起，那就是天造地设的一对，谁都替代不了。你妈走了以后啊，要是你爸能跟月平在一起就好了。哎，你看看，哎。这个够紧的啊！来，起来，帮我记个尺寸。过来，给你量个尺寸。不是量过了吗？量过了，我还想再量，不可以吗？量，让月平也留一个你的尺寸，以后万一用得着呢。紧了。哎，你看，你看。这就是差距。月平啊，温柔体贴，整个一个贤妻良母。柳碧云啊，就是个花瓶。可不。不过什么？我奶奶，我还是觉得吧，要想真拆散咱们俩，难。革命的胜利都是争取来的。你可得在奶奶这一头啊。那是当然了。来，胸围是107，腰围是112。哟，肚子都这么大了，以后别老装些有的没的。我想喝水。
我会尽快给月平安排宿舍。你妈不会让她搬走的，我妈那个意思，你不是不明白，我是怕你自己动了心。我是怕你吃醋。我才不会吃这醋。你这样想就好。这一刻我这样想，下一刻我就不知道会怎么想了。那你这一刻怎么想的呢？这一刻我想，月平应该成个家了，总这么一个人生活也不是个事儿。现在还年轻，不觉得？老了怎么办？万一我身体还好呢？那看谁熬得过谁喽。你说什么？没有，没说，啥也没说。人家的事咱们就别管了。月平眼光高，不好找，咱们不能为了这个就委屈将就。我也没说要将就呀，我们也不会给他找差的。你这当姐夫的，是不是应该给他张罗张罗？我怎么觉得你不愿意让月平走呢？你这是什么话？哎，我认为这个结婚啊，一定要找到对的人，找不到对的人，结了也是遭罪。人家心里面早已经有人了。快下雨了啊！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。你看这衣服染的，哎，你看这衣服染的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你诚心吧？妈，对不起，是我大意了。这个月发了工资，给你买件新的。我才不要新的呢，这是我儿子在北京特意给我买的。你看你什么事儿都做不好，你还在这家里待着干嘛？你走吧。妈，你能不能别一天赶我7、8遍的？我这耳朵都生出茧子了。哎，那难道你说这衣服怎么办吗？我不说了吗？发了工资给你买新的。我不要新的。哎，你把我这个染的颜色给我弄掉，我就要这些。我弄不掉了呀。你还给我甩脸子，你倒有理了啊！我有什么理呀？哎，你说怎么办吧？你放开呀！我就不。哎，你放开！哎，你说我这衣服怎么办？你不要在这无理取闹吗？谁无理取闹？哎，你做的事儿我还无理取闹吗？哎，你看他，你看他，我就是，哎呀，给你，哎呀，哎，大姐啊，怎么了？你有话不能好好说吗？我好好说行吗？他是长辈，长辈不是叫嚣的资本，尊重是彼此的。哎什么呀？哎，这反了！你看看这个家里啊，有他没我，有我没他。等天怀回来，我就让他把他赶走。要是天怀不把他赶走啊，我就一头撞死在这个家里。哎呦，婶儿，消消气，来，你看这衣服，慢点，看着，慢点啊！消消气，婶儿，我觉得你们婆媳之间的事情，把姐夫扯进来不太合适吧？是啊，会不会越吵，他们走得越近啊？那我就跟他们耗着，把他们最后一点耐心啊都给耗光。说得好，我呀就这样一点点的来耗他。婆婆奶奶啊，我觉得我跟他说完之后吧，他没有什么明显的反应。装的，他硬撑着的。不过呀，我今天啊没做好，应该啊他甩手的时候啊，我借势啊就摔倒，摔个骨折啊来治他。瞎说，您可不能再受伤了啊！哼，你就怕我受伤了来医院陪床？这哪儿跟哪儿啊？不是，奶奶，我跟您讲啊，我算是看出来了。要想真赶他走，还是得您亲自出马。那大梅子，我怎么做啊？我哪知道呀？姜还是老的辣，反正您就趁着我爸不在家，可劲儿的折腾他。对。
别给他开，这个家不欢迎你。婶儿，这样不好吧？要是姐夫知道了，妈，开门。哎呀，这个家我说了算，你回屋去。婶儿，回屋去。我在这儿呢。你怎么进来的？哎呀，你脸皮真厚，你要气死我呢！就没见过你这样子的，真是气死我了。月平，刚才有台好戏你没看到？我听到了。听戏。婶儿，你这次还能飞檐走壁了？妈，你的眼睛怎么好像变大了？被他气大了。这还能把人给气漂亮了？我要是生气啊，就中他招了，我才不生气呢。这就对了嘛，这才几个回合呀，你要保存实力。话说，诸葛亮七擒孟获，攻心为上，攻城为下，心战为上，兵战为下。所以我们都要打开心灵的窗户，你不能把大门关上。今日休战，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行了行了，我不听你唱戏了。晚上想吃什么呀？月平，嗯，你想吃什么？啊？月平想吃什么呀？我跟你一块儿去做吧。行，你先进厨房，我把我自行车推进来啊。好。这血糖和血压还是有些高，姐夫啊，你得记得按时吃药啊。哎，哎，月平，你也应该考虑你的个人问题了啊。啊，我有时间会考虑。我觉得碧云那个师弟侯建平就不错，为人正直、善良、厚道。他原来啊也是演员，后来当了京剧团的团长。长相、年龄、个头都不错。爱人5年前去世了，他那个儿子啊就和江林是同学。算了吧，还是不见了。见一面怕什么？这个处得来，咱们就处；处不来，当个一般的朋友也行。你说是吧？来，喝银耳汤。哎，明天我们单位有个福利，去翠屏山郊游。哎呀，明天我加1天的班。是。哎，静梅，你带奶奶去吧。我不去。哎，姐夫，爸，放那。这翠屏山都有什么呀？哦，翠屏山有山有水，关键是空气好，还有温泉。还有温泉呢。谢谢小雨。奶奶，我带你去吧，肯定可好玩了。那么远，我不想折腾。那我去行吗？行。玉萍啊，哎，你陪我去吧。我明天单位也要加班。
大梅子，咱俩去。行。哪儿的温泉啊？我能去吗？哎呀，你是竖着耳朵学习的吗？明天你要跟李冰去秀才爷爷那儿补课。江雷啊，学生的天职呢，就是要好好学习。别说话，太甜了。爸，你也给我按摩按摩呗。咦，小丫头你，爸能赏你10上红。嘿，你又皮痒了是不是啊？打我？打你怎么了？皮痒。月平啊，好喝。杨医生，如果你喜欢听戏的话，下一次我们团里有演出，我送你2张票。不用了，看也是瞎看，别浪费票了。你要是身体哪里不舒服，可以到我们医院来找我。那我还是少去找你吧。慢点。小姨回来啦，婶儿，你们回来了。婶子，您好。你谁呀？我不认识啊。我认识啊。侯建廷，京剧团团长，柳碧云师弟。那什么，我团里还有事儿，我先走了。哎，别呀，侯团长，你坐着再聊会儿呗。哎，侯团长，你们团是不是漂亮女人特别多？那柳碧云在你眼里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？师姐是我们团里不，是我们省里面最优秀的京剧演员。哎，那你们俩当初为什么不在一起啊？多可惜啊！大梅子，别乱说。没乱说呀，他和柳碧云的事儿传得沸沸扬扬的，我都听过。我单位有事儿，我先走了。小月平，婶子，我也先走了。哎，月平，啊，你们俩去哪儿啊？我们2个各走各的。怪不得让我们俩去泡那温汤水搓梨呢。大梅子，我可明白了，把我们2人支走，让你小姨相亲，赶她走呢。他们俩走了，我们俩回来了。鬼鬼祟祟的，有事吗？啊，没事儿。文件需要签字。你说你进来说呀。小白啊，哎，我这2天会安排的太满了，下礼拜你给我分散一下。好的，再见。这些文件我都整理好了。
你是春日星光轻轻牵动我每次心跳，你是夏日